Hello，大家好，我是 Joy。这是我的第一个影片，分享给大家。那主要拍影片的目的会是分享着可能今日的所见所闻，或者是说对于一些话题的一个思辨过程，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的话题会是比较严肃的，因为是关于到死刑与废死。那先讲一下，我不是法律相关的背景出身，那我是基于一个，我在一个话题上的了解跟一个思辨的过程分享给大家。那今天这个话题主要是由于，有跟朋友讨论过，那当然也是2-3周前我们，台湾的新闻出来，就是说，在经历了蛮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又去执行了一个死刑的枪决。那势必这一个枪决也会引起了就是可能社会的舆论，特别是关于废死的这些支持的这些论调或者是一些反思。那我先讲一下我的立场，是我支持死刑。我的想法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学上、世俗上欠债还钱的概念。那这个概念把它延伸到一个制定法律，一个人民赋予国家可以去制定法律、去执行法律，它其实就是符合的社会的公平正义，符合的刑罚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还有的就是一个社会契约的精神，人民相信的国家制定的法律，保护了人民去执行的法律的概念。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有着死刑的刑罚，我们也借由这个刑罚来执行的这样子的概念。那当然，废死派的一些，可能我的朋友也有是支持废死的，他们会反驳的点有点像是，当犯人都已经杀害了一个人，夺取了生命，我们为了死刑还要去夺取了犯人的生命，这样对吗？这样不也是夺取了一个人的生命？但我的概念回到我们刚刚讨论到的社会的公平正义、刑罚的正当性、符合比例原则，还有社会契约的精神，人民赋予了国家制定法律与保护了人民还有执行法律的一个执行力，我会认为这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是一个公权力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社会正义的维持。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死刑的一个废死派的说法是说，那我们去执行了死刑，我们难道就能遏阻了一个犯罪的发生吗？那这个延伸到就是一样是欠债还钱的概念，很多人借钱了，也知道欠债要还钱啊，但他还是不还啊，所以这个跟我们认知到的这个刑罚，跟我们会不会做，其实还是不相关的，因为在台湾很多这些死刑的判决上，其实就是重大刑事案件，是很多条人命的损失，是有计划性的，是预谋的，才会判到死刑。如果在一个过失杀人或是业务过失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无期徒刑，甚至业务过失还会是1颗罚金，坐牢坐个几年，甚至不用坐牢。所以我会认为说，如果今天已经有一个死刑的判定，就是在于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那我们去执行了这样死刑的一个枪决，
我会认为是合乎社会公平正义、合乎刑罚的比例原则跟正当性，还有我们人民在社会的契约精神下赋予的国家有制定法律跟执行的权利。那我的概念分享到这边，那也很谢谢大家愿意看这影片。那希望接下来的影片我们可以有比较轻松的话题，或是一些比较有趣的关于可能我在产业界上的一些想法的，或是一些比较新鲜的一些产业上的分享。那也谢谢大家。